Hello， 大家好，我是 Stilly， 我们又见面了。最近呢，我们在家非常无聊，于是呢就订购了一个生鲜递送服务，叫 Good Food。目前为止，我们一共订阅了2次，6种不同的食谱。这期视频呢，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使用这个 Good Food 的使用体验。这里要声明的一点是，这期视频是没有任何赞助的，所以这只是我们纯粹的一个分享。Good Food 是加拿大的一个生鲜递送公司，它是按周递送的，它会根据你选择的菜谱给你送来这个菜谱需要的食材以及香料这些东西，你只需要准备盐、油，还有 pepper 黑胡椒。它是2顿起订，你可以订什么2顿、4顿、6顿这样，你自己选就好了。它的菜谱不是固定的，它每一周都会换新的菜谱。它的菜品的种类真的非常的丰富，它有一些比如说快速准备系列啊，可能就是你的准备时间就是在20分钟之内，然后它也有 ready to eat， 就是给你递送一些冰冻好的食物，你只需要把它扔进烤箱或者是微波炉加热就可以吃的。而且它也有 vegetarian 的选择，就如果你吃素的话也是 OK 的。这个并不是说你买了几周以后你就要必须连续吃几周，而是你可以选择这一周我选好我要的食材，然后下一周你可以跳过。为什么我们想要尝试 Good Food 呢？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生鲜递送服务，有时候会在楼下或者是我们的邻居会看到他们门口有一箱别的公司的就是类似的东西，我们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有一次俊的一个 foodie 朋友，他有给我们推荐这个 Good Food。买它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它真的是因为最近啊，它对第一次订购的新顾客优惠力度非常大，就跟不用钱似的。所以呢，看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多少还是会有点心动的，真的是很肤浅。对，我们就只喜欢便宜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在收到他们的食谱以后，一步一步的完成一道完整的菜吧。收到的盒子包装很好，它的材料非常隔热，所以收到的时候食材都还是冰鲜的。冰袋的时间持续真的很长，放了1整晚它都没有化。我们每一次是订3个食谱，所以每次收到的时候，这个箱子里就会有3袋食材。蔬菜啊，这种生鲜类的东西都会在食材的上面。如果是肉的话，它会放在它的冰袋的上面，保证肉的新鲜程度。每次做饭的时候，只需要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袋子，然后按照它的食谱一步一步的做就好了，非常简单。这一袋就是他们给我们寄的关于牛肉汉堡的食材，以及这一个碎牛肉、美乃滋。食谱的步骤非常详细，而且它的时间安排也非常合理。它会让你先热烤箱啊，先去切一些蔬菜，然后再来准备炒菜。很多蔬菜都需要自己切，我觉得可能是它需要照顾到蔬菜的新鲜程度吧。有一些蔬菜比较难切的，比如说像包菜类的，它会提前帮你先切好。好多呀！天哪！晚上接着吃。它还附带了所有你需要用到的调料，包括一些酱油、醋之类的东西。现在我们该切的都切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混合2个酱。说明书上写是把 barbecue sauce 和美乃滋混合一起。还行。每道菜的食谱上，它都会标注它的热量、它的一些基本的营养成分，以及它完成这道菜所需要的时间。不过实际上来说，我们做完一道菜的时候，往往要比它预定的时间可能要多个5到10分钟，有种包饺子的感觉。它的味道其实真的不得不说，让我和俊奶都觉得蛮惊艳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用料，它的蔬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们是自己可以调控我们要多少盐，但是它的 spice 那些组合起来的味道，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比外卖好吃。面包被我煎脆了，好吃。我们说说它的优缺点吧。先说说它的优点。对我来说，它最大的优点，除了新手特别便宜以外，就是它的真的菜谱种类非常丰富。
因为平时我们在家做的菜也非常简单，我们出去外面吃也吃的不多。然后它这些丰富的菜谱，一是它真的可以拓展我的眼界，让我知道哦，还有这些材料可以配在一起做成一个这样子的味道的菜，也算是一个新的探索发现吧。二是它的食材真的很新鲜，它包装的很好。它所有的那些蔬果都是跟当地的农场直接供应的，它并不是去跟超市买的。我觉得他送的这些菜啊，这个胡萝卜其实在放到冰箱里已经放了2天了，但他今天还是就很好，觉得这个胡萝卜很健康，拿在手上的感觉是很饱满的，所以我觉得他送的菜的质量是 OK 的，不会不新鲜。就切成金龙的土豆了吗？这个里面长这样啊，甜菜，好可爱哦。你省去了你去超市购物的烦恼，而且他给你送到的菜就是刚刚好供你做这一顿，不会有比如说多一个鸡蛋，或者是你平时多一个土豆多一个番茄的那种困扰。第4个优点是它的食谱真的很详细，我觉得即使是你平时不怎么做菜的人，应该拿到这个食谱跟着他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5是它做出来真的每一次我们都觉得还蛮好吃的。好吃。第6，它所有的包装都是可以回收的，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应该它也是蛮注意环保。好，我们来说说它的缺点吧。第一个缺点呢，对于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来说，它没有什么中餐的选择，因为它里面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会偏西餐类或者是东南亚。如果你真的只是爱好吃中餐的话，可能这个服务就不太适合你了。第2个缺点呢，其实也算是它的优点吧，就是它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已经切好给你的。缺点是你需要在切菜上面再花点时间，优点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它的蔬菜你不切的话，它其实新鲜程度是更好的。如果你真的是实在不喜欢切菜的话，你不想浪费这时间，你可以去选它有一些 easy prep 的一些食谱，所以它所有的菜都已经切好了。但是呢，它帮你切好的话，它要比一般的价格要少贵个1-2块钱这样。第3个缺点呢，就是新人优惠期使用券过后，它的价格其实也不算是很便宜，大概平均来算起来，平均来说，它一顿饭大概是12到13块钱，就跟你叫个外卖，叫个普通的外卖差不多，而且你还要自己煮菜，对。而且如果你真的只是自己去超市买菜回来做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价格就肯定要比超市贵。而且啊，如果你想要点一些比较 fancy， 像它有一些牛排类的话，牛排类的价格就会更高，你12块钱是肯定搞不定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递送服务不适合什么人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不适合你只喜欢吃中餐的人。然后，而且它的价格其实并不是真的比想象中便宜，所以如果就性价比而言，当新人优惠期过后呢，我花了一个外卖的钱，我还要自己花时间做饭的话，可能对一些没有时间做饭的人来说，这个就有点鸡肋。然后对一些有时间做饭的人来说呢，你还不如自己有时间的话，你就去超市买好食谱回来自己做就好了，然后这个价格就感觉有点尴尬。如果大家只是想要尝尝鲜，来看看有什么新的食谱自己可以用起来的话，我推荐大家就先用这个新人的优惠，真的很便宜，适可而止就好了。我们会不会续订呢？用了2次新人优惠全部用完以后，我自己的感觉是还好，但是俊仔他比较想续订，我们大概可能1周会订2到3顿这样。一是可以就是看看又有什么新的食谱我们可以学起来，为以后我们自己的食谱打下基础。2是我们真的很喜欢一起做饭的感觉，就像是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完成了一道菜的感觉，觉得真的很棒。好像有点像是那种公司团建哈。好同事，好同事。而且啊，每周如果只是订2到3顿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就像是我们去点了一个更健康的外卖，对，而且还包括团建的外卖。换句话说呢，我们续订它可能真的只是因为俊仔觉得我太闲了。其实我很忙的，我哪闲了？如果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喜欢去探索新的食谱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新人优惠的这个价格去订购他们家的这个服务。不过这个新人优惠我不知道它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我们大概是8月底左右订的，然后现在是9月还是有的。如果你们想尝试，那个时候又没有这个新人优惠的话，你们可以去尝试用一下我下面的这个优惠码，看看能不能给你省更多的钱。不过如果有新人优惠的话，就可以忽略这个优惠码，有新人优惠肯定是最便宜的一个方式。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期视频，拜拜。